嗨，大家好，欢迎来到10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53集。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周瑜他一直在出很多的馊主意，把孙权呢跟吴国太，也就是孙权的妈妈惹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啊。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馊主意呢，就是呢他提议要把孙小妹，也就是孙尚香，孙家的这个最小的妹妹呢，嫁给刚上妻不久的刘备啊。我就觉得看到这边呢，好像在看8点档的感觉啊。对，三国8点档。所以呢，在这边问一下金老师啊，这个吴国太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历咯？好，其实吴国太他是在《三国演义》当中登场的角色。那姑且要先理顺他们的家庭关系，就是孙坚他是孙策以及孙权的爸爸嘛，对不对？那孙坚他有娶老婆，大老婆呢叫做吴太夫人。那吴国太跟吴太夫人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吴国太是吴太夫人的妹妹，也就是孙坚他吃姐妹洞啊，就是娶了姐姐也娶妹妹了哈，两个都是他的妻子啦。OK， 那吴太夫人有描写说，就是在《三国演义》帮孙坚生下小孩没过多久呢，过世了。过世之前，他就告诉孙权讲说：“我不是还有妹妹吗？就是你阿姨啊，你以后要把阿姨吴国太当做你的亲生母亲一样的孝顺啊。”说完没多久就死掉了。所以接下来几乎都是吴国太来担任一个孙家大家长的角色，特别是孙坚早死嘛，孙策也早死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孙权一开始接班的时候就10几岁而已啊，后来在赤壁战前也就20几岁啊。所以很多时候，当大家都觉得说啊，毛头小伙子，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吴国太就得站出来说：“妈妈，我挺儿子啦。”或是要问儿子说：“哎，你想清楚了没有啊？妈妈担心你啊。”来做一个居中协调的角色。当然，吴国太最多的戏份在哪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三国电视剧。后来听到说什么周瑜要把我的女儿嫁给刘备，开玩笑，有问过我吗？我的家事，你周瑜来凑什么热闹？然后就开始很生气之类的哈。接下来的戏份电视剧会演到，我就不赘述啦。那以上这些事迹呢，我可以告诉各位，全部都是假的。不但以上的这些剧情是杜撰，连吴国太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呢，与其我们去探究吴国太，我们不如来探究真实存在的人，也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莫名其妙被写的早死的吴太夫人，也就是孙坚的老婆。那话说孙坚的老婆，历史上称呼她叫做吴夫人，她早年生在江东吴这个地区，听说长得是蛮漂亮的。当时呢，正在军政界打滚冉冉上升的一个政治明星，也就是孙坚听说江东吴家有个漂亮女儿，我想娶她，于是就去拜访啦。顺带提，那个江东吴家跟孙坚之间其实是有一点点新仇旧恨在的。什么新仇旧恨呢？就是孙坚他早年其实他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他是靠着军功不断的崛起的。那吴家就曾经嫌弃孙坚说：“哎呀，孙坚这个家伙怎么样？轻佻。什么叫轻佻？轻佻、狡诈。也可以想象到，一个要从底层逐渐攀升的人物，他不狡诈，他怎么可能成功嘛？对不对？特别他还是军事将领。那有句俗话说得好，兵不厌诈，这是战争。兵不厌诈，这就是战争。好，你在战场上当然也是跟人家玩阴的嘛，对不对？人无心就是畜生。所以可能像江东吴家这种就是比较有渊源的 old money，就是我很早以前我就有社会有地位的嘛，就特别嫌弃这种暴发户，尤其是那种靠军功啊、靠狡诈啊、靠阴谋啊上升的这种穷小子。哎呦，真不是很想跟这种人为伍哈。所以其实吴家早年很瞧不起孙坚。结果此时孙坚他发达了，而且注意人家是军事将领。那军事将领这种职业别的东西或许没有，有一个东西它一定很多。你要不要猜看是什么东西？兵啊，权力啊。答对，兵嘛，军队嘛，他一定是有管一些战斗部队的嘛，对不对？所以等到孙坚跑来问江东吴家说：“哎呀，听说你们吴家有个女儿很漂亮呢我想娶她，不知道你们吴家有没有意见？”
好，这时候江东吴家就紧张，就想说现在一个军事将领有兵有权找上门来，就说我想娶女儿。按照感情因素来讲，我实在不想要把女儿嫁给这种就暴发户啊，这成何体统啊！但如果我不答应他，猜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家门可能就被这群人给冲破了吧？没有错孙坚也不是跟你讲温良恭俭让的人好，所以当这个吴家正在觉得说是到底该怎么办又不想嫁给他，然后问题是也不想要得罪这个冉冉上升的这个军事将领。此时吴家的女儿就出手了她是这么跟他的大家长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因为我这个小女子让整个家族蒙上天大的祸事，这难道是一个好事吗？当然不是。所以不如就牺牲我这个小女子吧。如果我遇人不淑，我嫁到个烂老公，那也算是我的命啊。意思就是说就派我出去吧如果能够把我嫁出去解决这件事情，不让家族承受更多的风险的话，我是愿意的。那当然我猜看吴家会说你好辛苦啊，你好可怜啊，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好，那你赶快嫁出去吧就是赶快去做一个风险切割。于是呢，江东吴家的女儿就嫁给了孙坚，正式成为所谓的吴夫人。那估计吴夫人长得是真的很漂亮。为什么？因为她后来跟孙坚非常非常的恩爱到什么地步？生了4个男的1个女的。这4个男的有谁？当然就包含大儿子孙策、二儿子孙权，都是他生的。那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谈到嘛，孙坚这个人勇猛善战，英明神武，但他有个缺点。什么缺点？早死他30几岁就过世了嘛，对不对？30几岁过世之后，其实当时的孙家就立刻陷入到一个动荡不安的状况。孙策呢，他就想说，我要为我爸爸报仇，我要想办法把我爸爸被吞并掉事业重振旗鼓。所以孙策开始在外打拼。那孙策在外打拼的时候，一家老小该怎么办？答案就是这个吴夫人想办法把当时孙家其他还不太成熟的小孩跟女儿想办法拉拔照顾长大。甚至后来孙策去跟袁术借兵，开始是远征江东的时候，吴夫人还搬了好几次的家。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是战乱的年代，所以当时吴夫人要不断的搬家，避免自己成为孙策的累赘。后来我们都知道，孙策英明神武，打下了江东地区。你说吴夫人会不会说是老爸虽然死了，但是儿子能干我就可以好好当我的退休老人其实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吴夫人她其实非常非常关心孙家产业的发展。孙策这个人当然也是一样英明神武少年英雄听说还长得帅，又喜欢说一些幽默的玩笑话，听说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君主。但这个人有个很大毛病，什么毛病呢？脾气很差，稍微有一点点不如意可能就给你动刀动枪的。根据一个历史资料叫做《会稽典录》，他是这么说的孙策底下有个官员叫做魏腾。那这个魏腾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吗？对，身体可能不是很好。没有，这个魏是曹魏的魏，万马奔腾那个腾。他其实很多时候说话都会惹上司不开心，也就是孙策常常跟他讲着就觉得说，你这个人是怎么讲话的？怎么我讲一句你顶3句，太火大了！一火大就长怎么样？来人把魏腾给我绑了改天就直接一刀把他给杀了。当时其他的官员一看就想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随便乱动刀动枪的？重点是魏腾跟你提出来的一些建议也没有错误他又不是犯了什么行政上的疏失。总之就是孙策一言九鼎，眼看这个魏腾就要没命了当大家没办法的时候，吴夫人出手了。吴夫人是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呢？当时吴夫人就走到一个井，就坐在井的旁边，就说：“我说阿策你现在才刚打下江东地区，很多事情你都没有搞定，你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善用人才，接纳各方面谏言的时候。我看这个魏腾他平常办事情都非常非常认真，他是个人才可是你今天却要杀他，妈妈，我警告你你要是杀了他之后呢，大概大家都不喜欢你孙策的统治。我看造反以及颠覆我们孙家就是不久后的事情。所以与其以后发生这个事情，妈妈决定现在就自杀我就现在一了百了就算
了，然后做事要跳到那个井里面去。那孙策当然冲过去说：妈，不要这个样子啊，不要激动啊！啊，我不再杀魏腾了，万事好说话，麻烦你从井旁边离开。吴夫人就说：真的哈，你不能骗妈妈哈，你要是骗妈妈的话哈，小心我就随时跳井自杀哈。于是，在这种情勒攻势之下，魏腾的性命就获得解决了哈。你觉得吴夫人这个策略怎么样？怎么好像想起这个小时候常常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嘛？你不要讲小时候，你是不是长大之后也常常会遇到一些，就是啊，我打算怎么做？你是这样做的话，妈妈我就啊，那个妈，万事好商量啦哈。对，这个是只有亲人才可以用的救急招数。比如说上司跟你讲说，叉叉 Y， 你要是再不加班3小时的话，我就自杀给你看。你会怎么跟上司说话？我先打卡，拜拜。啊，对啊，你不会跟这些没有关系的人，就是说啊，你要死就死啊，好，对。我觉得你刚刚说要坐在井边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101句问句嘛。什么句？你女朋友跟你妈妈掉到水里面，你要先救哪一个啊？我猜啦，按照孙策的个性，他一定会说，女人随时都可以抢。我们之前讲过那个三国电视剧，不就讲到那个大乔小乔？其实历史上的大乔小乔就有点像是在孙策攻打他国的过程当中，顺势把当地豪强的女儿给娶过来。所以其实孙策他不缺女人了，他可能就会跟别人说啊，女朋友跟妈妈掉进水里面，你说的是哪个女朋友？有几个女朋友？哪一个？对，我要考虑一下。什么第17个女朋友啊？那个还好啦，没什么感情啊，还是先救妈妈哈。对，所以你问这个什么救急问题，在孙策这边是完全不成立，他一定会回答，当然是先救妈妈嘛，对不对？因为女朋友可以有很多个嘛。总之呢，这是一个辅佐孙策事件。那孙策这个人他其实虽然作为一个君主能征善战，跟他爸爸没什么两样，而且有一点真的就跟他爸爸孙坚没什么两样。哪一点呢？那就是找死嘛。没错，孙策也是脾气很冲，所以后来得罪很多人，结果被刺客谋杀，接下来伤重过世，搞得孙权19岁他就必须得接班。好，所以孙权接班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面是压根没底的。像一开始孙权要接班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说，要不要政权跟军权分开？就是你孙权你就专门管政治的部分，军事的部分交由你的三弟孙毅来担任。为什么？因为孙毅虽然比你孙权年纪小，但他个性像你哥哥孙策也是一样，非常的刚烈哈，就是脾气暴躁哈，在军事上面好像颇有些残的，不把它分开来吧？这其实就是对孙权的一种不信任，就是你一个人处理不来啊，所以找个人来帮你分担啊哈。那孙权自己也会很多时候心里面怀疑自己说，我哥哥那么英明神武，我比得上他吗？我才19岁，突然要接掌一大股势力，我能办得到吗？就在大家都在怀疑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手，谁出手呢？又是吴夫人出手。作为这时候孙家最重要的长辈，他常常怎么样呢？就会把孙权底下2名官员给找过来，一个叫做张昭，一个叫做张宏。这2个人都非常有政治才能。吴夫人就会讲说，我家阿全年纪还轻，很多时候的事情都要由2位来多帮忙。那阿全他已经够忙了哈，我也不方便一天到晚说阿全你这件事情做的对不对？你要再多想一下。那大家就会觉得对阿全更没有信心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帮阿全的话，要怎么帮？私底下帮。什么意思？就是当那个公文拿过来的时候，阿全他看一部分嘛，我们也帮他看一部分。能够事先处理的东西呢，我们私底下张昭张宏你们2个人就出主意，自动帮他给处理完了。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如果这件事情后来阿全知道还有任何意见的话，就直接报我的名字说，你妈妈叫我这么做的，有什么事情我吴夫人自己去跟阿全商谈。在吴夫人这样的授意之下，张昭跟张宏帮孙权解决很多事情，而且很多事情是非常有效，就是拿到公文立刻批，就立刻回复，很快的就让那个最人心不安的时期顺利的过渡过去。这大概就是在历史上吴夫人所留下的几个事迹。当然啦，他什么时候过世，其实历史交代的并没有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他的女儿绝对不会是林心如，他绝对不会听到说什么刘备要娶我女儿，然后去骂那个周瑜，这些东西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好，我们听完金老师的讲解之后呢，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三国演义》或是这个电视剧里面呢，就不会直接写所谓的吴太夫人，而是呢虚构了一个吴
国泰这个人呢？其实我告诉你啊，我也完全不知道罗贯中干嘛要做这个编排。OK， 你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历史系出身的嘛。那历史系有时候去看一些小说啊，或是戏剧的创作，姑且称之为历史系的教，就是史实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干嘛要这样的改编？我们会有知道很多历史事实，然后只要你有跟历史事实有一点点不符合，我们多少心里面就会犯嘀咕一下，就说你干嘛这个样子？就好像我看吴夫人或是这吴国泰相关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吴夫人的事情已经很精彩了，你罗贯中干嘛不直接把史料引用到你的故事当中？对啊，还没事创作出一个吴国泰出来，我搞不懂难道你是一个姐妹洞爱好者，硬要凑一个孙坚有姐妹洞的事情吗？可是这也没有描写的很多啊，所以我反而很想请教叉叉 Y 说，你看我这个人有历史系的成见，那你在这方面，因为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历史背景， OK， 你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客观的小说阅读者或是戏剧欣赏者，然后再来解析一下说为什么要这个创作，它可能对于戏剧有什么样的帮助啊？你觉得干嘛？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吴国泰出来？老实说，我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只是觉得在小说里面或是在电视剧里面，这个吴国泰就有点像是啊，虽然你们都不是我亲生，都是我姐姐生的嘛，这些儿子、这些女儿啊，但是我都很爱你们啊，我的爱都已经浓烈到我在溺爱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哦，所以我在猜，有可能是小说笔法想要去加强所谓的母爱，不一定是亲生才有母爱这件事情啊。我也没有一个直接的答案啊，所以就欢迎大家在底下直接留言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想法，就是说为什么要创作一个吴国泰这个虚构人物呢？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讨论哦。所以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